你能想象当全世界卸下武装的大和平时代的样子吗？迪迦奥特曼第一集就向我们展示了这前所未有的奥系列世界观架构。TBC 地球联合组织直接打破了传统昭和时期防卫队的模式。随着戈尔赞与蒙古平原发出平成的第一声怒吼，奥系列的新辉煌也随之拉开序幕。讲道理，这个夕阳下的戈尔赞真的是意境拉满了，包括后面月光之下长鸣的梅尔巴，这种镜头美学真的是让我记了很久。不过目前已经取缔了武器装备的1号小飞燕只能用信号弹吓死戈尔赞，显然难度有一点小大。回到基地之后，胜利队便开始解剖这颗降落到地球上的外星费列罗巧克力陨石啊，结果整出了个时光机。这里绝景的哆啦 A 梦属性初见端倪，直接端上来个翻译机就给翻译了666。另外，虽然绝景的名字翻译有问题，但是为了贴合当年的印象，后面我们就叫它绝景了。这优莲甚至还预言了戈尔赞和后续的梅尔巴。总之就是大变动即将开始，需要金字塔内的巨人复苏拯救地球。然后野瑞就展现出了超绝专业技能，找到了金字塔所在地，也就是迪迦之地。对，其实那地方就叫这名，只是中配没翻译过来，所以大古后续取名字在队友看来还是很有逻辑的。而大古凭借着和优莲队内语音的直接召唤，首先感知到了金字塔的具体位置。讲道理，这个一虚一实的入口设计真的很戳我，结合后续的光的属性就更梦幻了。而伴随着光的继承者 BGM 的高潮，他们来了。3尊巨大的石像震惊了当初还是孩子的我，以前哪见过这么帅的场？还没等我欣赏完，总部就发出了2只怪兽和金字塔双向奔赴的警告。虽然大国很不甘，但是大伙出于安全考虑准备撤离。而已经到达了戈尔赞就开始了超音波光线开盲盒的行动。哇，3个真骨雕奥特曼！然后可恶的戈尔赞就一尾巴一脚暴舔天物干掉了一个，梅尔巴也不甘示弱啊！讲道理，小时候看着的时候可心疼了。盯着景深的迪迦石像，我当时在屏幕前和大古的表现简直一模一样。亚梅罗啊！可惜的是，此时的小燕子1号还没装备武器设备，因此又是烟雾弹、信号弹的打出去。但这次显然没那么幸运了，大古不幸被梅尔巴尼克射线击中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改变奥特曼系列的那道光出现了。经典旁白启动。大古的战斗机即将坠落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大古突然变成一道光，融入巨人的石像内。得到了大古的生命后，巨人终于从长眠中苏醒了过来。伴随着复苏的巨人 BGM 的响彻，迪迦的第一战就给我们展现了当时超绝的豪华特摄，不仅平挨带特效，而且一上来就是3种形态轮换着来，各种光线特效更是直接反复的往我们脸上摔呀。另外这里还是得夸一下皮套啊，那会儿的怪兽皮套真的是各种阴影做旧效果，甚至类似于字体的痕迹都相当的细致，不得不说是真的好看。然后戈尔赞就开始了法国行为，直接尼格鲁大油，结果好兄弟梅尔巴真够义气啊，还在拖延，结果迪迦绷不住了，小样我给你脸了，直接解锁敏捷形态，2下给这小飞棍给踹坠机了。然后就是咱们兰帕尔特光弹的首秀啊，这个爆炸的特效小时候一直觉得特别帅，有种被解体的感觉。后面就是经典的人间体挥手环节，哎呀，大古居然没事，迪迦是谁真的好难猜呀。而飞机上的大古似乎是和时光机的优莲产生了共感，也给我们揭示了巨人的名字，那个日后奥系列如雷贯耳的迪迦奥特曼。说实话，当时看到神光帽的时候真觉得漂亮极了，尤其是配上这个夕阳洒下来的光辉和 BGM，真的是充满了神圣感，我愿称之为艺术品。其实回顾第1集发光的迪迦就已经给我们展现出了很多的信息量，从胜利队和地球的和平背景已然展现了不同以往的世界观，更是以巨人的神秘侧面反映了主创团队们的野心呐，即完全独立于之前 M78 的世界观，这是相当有勇气的一次尝试，毕竟创造总是比继承要难上许多。而且从时光机外壳的3000万年前的物质，到金字塔以及梅尔巴出现的复活节岛上的巨人像，无不展示了超古代这条线的铺陈之路，特摄方面更是下了血本。就像我说的，基本能给的都给了，一出场就是致敬杰克的经典1v2和特效秀。也就是碍于时代的原因，导致空中型的表现实在是不太好拍，但是也用了这种快速交叉剪辑的方式凸显了速度感。可以说第1集从内容的丰富程度到世界观的展开，以及特摄部分的视觉盛宴，无不宣告着那个曾经充满想象与冲劲的远古高调回归。最后这一搏终归是搏出了奥系列的至高丰碑。最后这里是迪迦全集的回顾与思考频道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